张良吗？出奇制胜，而且他们这盘在红色方，如果张良没有被ban，红色方的张良还是比较厉害的。看快手ban位给到的是沈梦溪，自己用过了。LGD NBW 则是ban掉了刚才上一局没有获胜的鲁本大师。那野河呢？去到红色方的 LGD NBW 好像没有那么多的ban位给到野河了，把镜也放出来了，给了海月，ban海月了，是有种想拿关羽的意思啊。但同样镜也在外面，我觉得快手也可以一抢镜。对，镜跟关羽这两个点感觉都可以考虑。血战到底，直接以选代班，封锁小洛。对，关羽是更多的为了针对小罗一抢代班的。关键是关羽能打镜，对吧？我拿了关羽之后，要不你拿一个镜，以选代班一下。哎，如果这盘快手拿到了镜加关羽的组合，那这个切入点会非常多，所以也要看一下 LGD NBW 怎么选了。不过他如果高位出的话，他们3楼就可以给小罗去拿一项技巧买这样的英雄。对，得对位盯防一下。戈亚还是有点怕关羽的。配手大司命，这盘没有考虑以选代班。那这样快手看他怎么想了啊？已经连续2把野河给到句号了，都是前3楼出的。这第3局关键局还会不会给句号高位拿自信的野河？绝望挥剑，完成凯了。凯是句号这个赛季用的次数相对比较多的了，8战50%的胜率。是的。而另外一边小白熊的大司命这个赛季胜率是非常高的，拿了9次，有66.67%，胜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配了一手，这是凯配真姬，这样是谭野互打的，而且真姬比较好卡大司命和戈亚。那这盘 LGD NBW 没有在前3楼出对抗路，先出了一手女娲，把小洛的英雄好放一放，那快手就可以直接去3班小洛了。这把需要搬的话，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技巧满，对，然后马超，马超是小洛100%胜率英雄，是的。然后 LGD NBW 是准备3班妖刀，把能自保的敖隐先搬了，然后公孙离这个英雄同样的。戈亚他选戈亚都搬公孙离，对吧？苍跟敖隐也全搬了，这盘有一定自保能力的，还能对线的英雄不多了。是的，快手是在搬手影，影是小洛在这个赛季用的最多的英雄。习惯就好。在 BP 上面，其实给到小洛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小洛这盘可以考虑拿达摩，能对位盯防。他们这盘中路是个手长的女娲，还挺厉害。然后在后置的选位配了一手少司源，具备一定的开团和盯关羽的能力。那就看快手这边的他的射手怎么选了。纵有风雷骤起意外，孙权对面的控制不是很多，但他比较怕女娲。对，女娲的推什么的很容易断他。再配一手苏烈对位少司源也是相对比较好打的。孙权这个英雄的话，首先这如果锁了就是妖刀这个赛季的第1把，还有就是孙权他是一个比较适配于多冲阵容的一个射手，他得跟着一起冲。目前孙权这个英雄的话，场上的一个胜率是出现过5次，赢过4次，有80%的胜率。这个英雄，梦蓝玩的会比较多。然后 LGD NBW 最后一手选择了是给小洛拿杨戬。其实整体上我感觉 LGD NBW 4楼他可以自己把苏烈拿过来，或者说选一个强硬一点的辅助，可以盯一下关羽之类的。他选了一手少司源，就看他对线的优势明不明显了，因为他下的这个对线组合非常猛，戈亚这样少司源，他打的还是一个线非常弱的孙权，他必须要拿到足够的优势，甚至这把 LGD NBW 可以换一种思路，放养小洛自己抗压，然后往下路小九这边打。他们的阵容还是有优势的，并且中路是一个能飞半途的女娲。这盘把对线比较弱的孙权给压死，让戈亚这盘玩起来，那你后边只需要盯住关羽，这盘就赢了。说实话，因为女娲这边如果顺风的话，打真姬也很好打。但如果 LGD NBW 还是本着去帮小洛打对抗路，
那其实这盘双方的辅助都去对抗路打架的情况之下，谁胜谁负真不好说，因为凯4级的强度也很高，对吧？你打起来真还不好说，并且快手这套阵容，它双前排成型之后顶在前面，然后关羽只要给女娲压力，那他正面的甄姬将会变得很难处理。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在面到对面2.0赛点的时候 ，LGD MBW 他们是做出了辩证的。既然他们这么高位给小九拿到了戈亚这个英雄，让他在发路上已经建立一条优势线了，又搭配到了一个少司源，这把就完全可以往发路去打。而且你说对抗路是一个杨戬打到关羽的话，你本身要去抓关羽，你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萝卜肯定不会说跟你打一个单线嘛，对吧？他是跑支援的。是，而且大司命更适合的是利用队友的线优，然后进野区，在河道或野区打那种小规模的团战，他会比较厉害。哎，那我又想到一个点，你觉得这把有可能小白熊他选择一个发育路开吗？因为这把好像对面的一个强度，哪怕他发育路开，应该也没有反他另外半片野区的一个能力吧？是，除非句号一开始就在对那个红区，应该不会啊。他发育路开也没有压力，这盘对于小白熊来讲，其实讲道理，这盘大司命包括配合上中路的女娲加上戈亚，甚至都有机会打红区。就他会有很多的选择，其实这把。就看 LGD MBW 选择哪一种开局的布置了，包括就是拿到优势了以后，能不能够去稳住自己前期通过阵容的一个强度去建立起来的一个优势。来看一下双方的第3小局，蓝色方苏州快手，红色方杭州 LGD MBW。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这个中开。初心荣耀，百战成名；初心荣耀，百战成名；初心荣耀。这把子阳对抗路开，他中路是没有线权的，下路也没有线权，所以子阳好像只能去对抗路了。这么一盘，也帮一下萝卜这边去压一下小洛，然后流浪的开线的话呢，则是帮忙防守红区的一个站位，然后等到中路卡住了以后，让句号一起过来吃。他是帮句号开局提了个速。你看大家线弱的话，就去帮野区提速。但是 LGD MBW 这盘中下线非常优的情况之下，就看他能拿多少对面的资源。是的。结合到目前的组内实时积分，如果说这一小局快手获胜3-0战胜对手的话，那么 LGD MBW 就会宣布直接锁定到季后赛的败者组。是的。上路的空间之灵人更多，快手可以直接控。快手的思路还是可以往上半图帮一帮的。是的，主要是因为下路对面没给压力。子阳他的铭文是与时俱进啊，因为我们比赛副版本也是同播到了8月初的一个版本，当时的一些冷门的铭文是得到了一些加强，像长生和霸者，一个加生命值，一个加抗性的。霸者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加物抗吧，是得到了提升，他是直接用了。及时的做了一个同步的更新。是的，子阳确实是爱科研啊，走在这个科研的前列。这版本也是这一周才更新的。一个小的细节，大家也确实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些增强的铭文。2分钟的一个时间，前期都是先护着自家的打野在刷。大司命整体的跑图速度会更快一点。关羽开疾跑，想留人，而且呢踩一下要回推，顶到对面2个小罗交闪现往后走了。那正面的话，小白熊看一下能不能够扛住了这一波，一技能再往后走。这波4-4没有产生击杀，苏烈掉了个被动，少司源掉了个闪现，包括杨戬闪现也掉了。LGD MBW 还是要在对抗路打架，这波是为了争空间之灵。对的。4分钟之后，我真的建议他们去围着小九打，很容易破塔的。他中下2线优，中路推完线，下路控着线，直接就一波把塔推了。因为孙权他其实不是一个守线能力或者抗压能力很强的英雄，他自己玩倒能玩，但是真的对面多人来推过来的时候他就防不了了。对，而且他很难跑。对。
4分钟这波暴君团对于 LGD NBW 来讲的话，也可以去尝试接一下，这个点但是得盯好关羽。是的，他们整体的伤害量上面会更高一点啊。瞬息千里。快手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不着急的。快手在4分钟这波暴君团的优势就是前排足够顶。他们是够肉，然后阵型摆得好的话，他们很容易完成那种夹击团的画面。是。看一下零星4分钟双方的一个补刀以及对位经济差，然后 LGD 这边的话是3人领先啊，打野以及社服对位领先。小白熊的大司命先过来挤到了视野，动龙，但是看一下萝卜这边是选择直接过来支援了，想打团。小楼传下来，然后正面黎明拿到了这一条暴君，戈亚的输出环境还不错。打了一下对面妖刀的想状态，留人然后直接弹射起步，把苏烈的闪现也打了出来，同时妖刀的闪现也被逼。那下路这个塔不就顺势推了吗？中路的话，杨戬把中线过了，然后对面的红区句号已经拿过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反野区了。但是推塔节奏一下子就起来了。没错，这也是我们说到的 LGD NBW 前期的一种策略。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往对面红区去打节奏了，而这一波的话，他可以让小九直接去上路接管红 buff， 然后往上推，然后杨戬传下路管下路的劣势线，做一波转换。他们这波节奏真的把自己的野区以及对面的一塔推完之后，对面的红应该差不多了。但好像他们并没有让杨戬去下路。还是选择平着过一波线，然后让戈亚把这个红拿了。那这个红是肯定能拿到的，对面进不来。对面的红要刷了，但杨戬此时传下，上路塔还没推掉，那这个红区的进攻估计要搁置了。少素颜跟戈亚还在上，这一轮应该是进不了。而且接下来我觉得 LGD NBW 得分一些精力去关羽这个点盯一下了。萝卜是一直在蠢蠢欲动的找环境的，他在等对面推他的上一塔，他要绕后。正面少素颜过来定住了真机，配合上大司命直接斩掉。那正面的苏烈也落单，拿到第一滴血。后面的话，关羽过来，大招推的不错，推到了3个，但是这里踩一脚已经没有人可以顶伤害了，只能靠他自己再来一下。2连击破给到了萝卜的关羽，一下子让 LGD NBW 的进攻受损受阻了。而且正面的话，句号也赶了过来，卡住位置。因为在上路打起了一波架，所以快手这一轮的红区也是守住了，成功的给到了妖刀的孙权红 buff。这一局接下来 LGD NBW 在打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去盯关羽，看一下戈亚的环境还不错，但是妖孙权刀大招直接上去顺势进场，哇，这一波大招进场很帅啊，妖刀。而且正面真机大招接一直接动的小白熊太难受了，只能交了一个大招接一个一技能，对面再追真机2技能抬到1技能再来一下之后，最后拿到了这个击败。妖刀这波反打应该就是1技能提前放到了叠到了被动吧，再加上他在他能放大的时候，那个人一定是被他打了5层被动了。对，那5层被动对于他就是小九的戈亚对于妖刀的孙权造成的伤害还是会有减少的。这波妖刀的一个大招，我觉得是非常帅的，他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单点的突破。对，一个单杀啊，是小九的一波戈亚的先手。他一套技能打完之后，孙权剩了大概1/3的血，选择了直接开大招反打，因为孙权最高的爆发就是大招。是的。这样2波团战，快手一下子打回来了。这波把杨戬的被动给点出来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先是 LGD NBW 的前置进攻打得非常好，带走了真机以及这个苏烈，但是萝卜这一手进场止损了，因为他提前亮了很久。看这波就是小九在那个孙权1技能里边洗澡了，早就叠满了5。再看一下苏烈这个位置，子阳直接大闪拍，队友也跟上去把黎明给砍死，还想留有而且萝卜一脚套进来，兵甲一变再来，但是飘开了，吃了一下塔伤自己倒了。后方的一个位置，小洛也跟了进来，狗道直接过去，让大司命斩掉了妖刀，然后这边慢慢处理子阳就行了，没有人可以帮他点灯。小洛再拿一个击败 ，LGD NBW。转眼间又打回来了一波1换3之后还能进对面的蓝区，但是句号的凯没大不敢去抢，
选择了手中。现在的局势变成了什么？谁着急谁就容易被对面抓到机会。刚刚明显就是快手这边在红区找到了一波机会，先杀了一个，还想去留戈亚的时候，其实戈亚已经回到2塔下了。当时关羽觉得自己有兵甲能推回来，第一顶确实顶回来，但第二顶好像是被一个走位扭掉了，自己多吃了塔伤就被戈亚给带走了。后边就是被 LGD MVW 的援军赶到，进行了反打，一波又打回来了。没错，还把对手的中1塔给推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哦，这波是追击战啊！先带走女娲，然后关羽觉得能留戈亚，就踩进去接兵甲。第一个顶很漂亮，但是凯没大招了，伤害也不好跟。快手他第一套的爆发其实已经交完了，对，杀掉一个已经很赚了。后边再想杀戈亚的时候有些勉强了。整体现在在经济的对位上面的话，小九这边对位会更高一些。但其实两边都差不太多了，已经。对，两边的射手差不多的，100块不到这个差距。然后妖刀倒是在10分钟之前出了自己的3件套，他这个时间3件套刚好是孙权这个英雄的3件套，2件法球流的装备以及一个兵甲。在补刀方面，这把妖刀对位上也是领先了小九，但小九的经济在战斗经济方面是要比他多的。没错，他马上要做出破晓了，戈亚7500。哦，这波伤害打得很好啊，小九。已经消耗到了妖刀，妖刀这边要去补一波状态。而萝卜的关羽是在找位置。没错，他现在要绕一波大圈，但是 LGD MVW 能派谁去找关羽呢？他们好像不准备找，准备抱着正面。他们这个站位都是比较集中的一个站位啊，没有人去管关羽。他们背靠中路1塔，那这样关羽不会从1塔后绕出来。他们要防的就是自己的蓝区。但是快手是有点想夹击的。凯已经挤过来了。凯先给压力，然后关羽侧面大招一推2个再移动，然后回头再去找一下上次元这个位置转一刀，上旋丝血是没死的。正面再看一下凯继续顶，然后甄姬配合上这个冰冻，把小洛的状态压到了丝血。而小九过来跟了伤害带走了句号的凯，那这样这条暴君就着落了。10分钟的这一条龙 ，LGD MVW 第一次拿到了一个优先权。所以刚才那波龙团，关羽的位置非常好，凯想配合他，但凯的状态不是很佳。他顶上去之后，关羽确实是推了一堆人，包括兵甲也兵了好几个，但是他的关键伤害打不出来。而且感觉快手他在整体团战的那个伤害量上面缺了一环，就他刚刚的理想画面，就是要不甄姬再去补一些伤害，或者说孙权也跟着进场。甄姬有点难。孙权倒是可以，但是孙权第一时间没有铺垫自己的被动，他的进场就会受限。是的，这也是这个英雄打团在比赛上比较难的点，就没有人会给你一技能提前叠好5层被动，你随时可以进场。但一般来讲，孙权打团都是少个大招的，除非打到了后半程打追击。所以刚刚就这个上野，他的画面夹击的画面是很强的，但是伤害量上好像是缺了那么一环。缺一些关键 C 位给的伤害。单靠一个前面出纯肉的关羽是有些困难的。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LGD MVW 现在拿到了优势啊，他们在打推进的过程当中还是得去找一下关羽的。讲道理，杨戬也盯不住，杨戬一个人真盯不住。是的。所以还是得等关羽进来之后，大家交技能去处理他。包括小仔这把的少岁，我觉得他也可以出一个兵甲，大司命都出了一个兵甲来补控制了。这盘关注点要放在射手身上了呀。这把小九的戈亚很顺，妖刀的孙权也有高光画面。不过随着黎明这边女娲的经济也在慢慢补起来的话，快手这边双 C 的一个压力会更大一点。但是他的经济还没有甄姬高，这确实是有点难受的啊。理论上你女娲打甄姬，经济是应该比甄姬高的，这样你才好打。这个阶段快手紫阳绕被发现了，直接被逮着打呀！要被打一套，交了闪现，但被少轩踩了一脚，被动队友过来帮忙踩灯，被减速了，救回来，斩不掉。这样这条龙 LGD MVW 还是好拿的，你少了个苏烈。
手有点想干扰，不好抢，但是有风险。应该是放了，他们少人，毕竟。萝卜在等，在等对面追过来。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小洛。小交闪现拉走，关羽进场，闪现，然后萝卜大招直接一推，把小鹿给留下。踩进去，二技能踩到2个，苏烈跟他回头一刀劈到对面2个人，然后兵甲再一电，小彩也没了，回头只剩下一个大司命，大司命借1，但是过墙直接被妖刀大招追击了过去，被斩死。这一波小洛突然苟进去，给了快手一波反打的机会。本来快手都没有什么机会打起这波团。对的 ，LGD MBW 拿完这条暗影主宰大可全身而退，但因为杨戬苟进去了，直接被打被留，队友要来接，那藏在草里的萝卜就有机会了。本来萝卜蹲的那个位置是没什么动手机会的。对，当时快手他的站位什么，他就是我先看着，我先给你点压力，但是他们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抓到人。对他们都没有准备抢这条龙。我们来回顾一下，龙已经被稳拿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杨戬苟过去了，然后导致了 LGD MBW 所有人往前压身位去接他。然后关羽冲进去，然后再踩一脚，这个时候戈亚的位置很难受。然后子阳开着奔狼就过来了，还好戈亚跟女娲倒是没死，但其他人全倒了。那你这条暗影主宰拿完了之后也推不了。对，主要是节奏上面是被快手打回来了。对，在视野没有探明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去吃了伤害。而且这把萝卜真的是一直在找很好的机会，但是 LGD MBW 他们没有分任何的一个人去下意识的先找一下关羽的位置。他们这盘对关羽不是很敏感。正面又想冲苏烈吗？女娲大招空了，没中。先找到的是苏烈，被砸起来。第一时间秒掉，摇刀在侧面找到了小白熊，先 solo 了一波，摇刀打得很主动啊。他应该是自己2技能断掉了大招，不敢砍满，直接撤出来了。因为孙策在开大的时候想要中断自己的大招，要么就靠对面位移或者控制，要么就靠自己长按2技能去中断。这波关羽的位置被找出来了，对抗龙在 solo， 那么正面就是个4打4，最后龙句号拿到了侧面的一个位置，看一下子阳想去顶，然后关羽回头过来找到大司命，大司命的话大招开了出来，但是对面有5个人啊，只能斩出来小白熊的这个状态被斩掉了。但是上路的高地是被 LGD MBW 的优势线给推了。那快手的话，上路出现了劣势，目前这个局面他们是人数有优，可以赶紧把视野压出去，利用这条暗影暴君再打一波架。看到萝卜这把的硬控时程，关羽啊有25，他打了好多波比较好的团战啊。没错，第一波就是自己提前藏到红区来等对面推自己的上路1塔，包括龙团也给了比较关键的控制。压塔的时候，现在小九的站位要小心了，因为容易被流浪的甄姬做到限制。对，现在甄姬压塔非常厉害。是的，而且甄姬的经济比女娲好，要高了将近1000对位。小九的戈亚自己也是出了一手兵甲来自保。是的，现在碰到关羽，戈亚基本上都自己出兵甲，取代了之前可能会出的不祥或者是爆裂。这一波的兵线，快手是想要去把这个高地破掉的。上路已经在点塔了，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给到足够的压力。戈亚利用大招把这波兵线给清掉。但快手很想把 LGD MBW 的上路高地给推了，因为他们自己的上高掉了，他们必须得想办法。但在这种正面压线的过程当中，萝卜的关羽他就很难找到机会了。没事，他就不进场，过程当中他藏个视野就好了。是的，然后让流浪的甄姬发挥它的作用。他这把没有吃到过很多女娲的技能，我们看到了这盘黎明玩到女娲的时候，他的大招的命中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尤其是打到在团战之前，打到一些关键位置，比如说甄姬，甄姬这边的状态下不来。你不把他打回家，你正面所有的在前面站的人都会很难受。那么目前比赛出现暂停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中，请大家稍作等待。但是我们也说到了，黎明这把的女娲，她打到中后期团战的时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吧？对，她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一个前置的伤害，先把对面快手的双 C 状态给压低，那么他们才有比较好的一个战斗的能力。但说实话，这盘黎明从头到尾他的经济一直都不高，都很差。可以说是很差了，因为甄姬是一个发育比较慢的英雄了，他比甄姬一直都落后1000左右。
主要是接下来，大家刚刚看到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快手已经反压到对面的一个高地的位置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流浪的真姬它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环境，它就可以不断的去弹，然后压低对面的状态，等到下一波龙再刷新的时候，快手再去做一些布置。不过不得不说啊，今天我觉得萝卜打的是相当不错的。 3把下来，他的状态都挺稳定的，甚至还很 C。对的，这样就会使得他们在对抗路的这个强度上面也做高了。而相反，我觉得小洛他在前2把今天受到比较大的压力以后，第3把其实在整体的一个细节处理上面没有特别的稳定。今天小洛反而在前2把没有打出来的情况之下被对手限制了嘛，反而在第3把出现了自己着急去葬送掉一个比较好的推进的一波节奏。这一点确实会比较难受。然后看到今天的话，快手又掏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对吧？给到妖刀玩到了孙权，也是他自己在这个赛季的第1把，这就符合了我们对于第2轮当时快手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队伍他们在 BP 的时候是非常敢用一些选手觉得好用的英雄，然后子熙教练拍板说能不能用。关键是这一盘他的双边都站出来了，当句号拿到谭野的时候，双边这盘都非常有画面，对吧？是的。妖刀完成了一波对位单杀，然后萝卜的这个关羽在团战当中频繁的对 LGD MPW 的后排 进行了这个输出的封锁。目前比赛已经来到了17分半的一个时间了，看一下这个草里面子阳是蹲着的，卡住了位置，让队友去把这个龙拿了。红 buff 也控到了。是的。 这把目前快手3个兵甲，然后 LGD MBW 2个兵甲。这盘确实是要拼团战了，因为前2把结束的都太快了，都是10分钟出头直接结束了。这盘两边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这个5-5团看哪一方打得好。理论上快手这边5个选手磨合的久。而且他们非常会去找机会，就是之前有看到过很多子阳的这个奔狼找到机会的画面。看一下 LGD MBW 怎么处理，他们现在也不着急，想要先把这个龙兵给扛过去。暗影先锋还捏在手里，准备放上路了。要先进兵线。当然，女娲防守也是非常厉害的。两边现在各自3个兵甲。真姬神装了，而女娲还差了一个大件。上路线过来，快手是非常想把上路的高地给拔掉的，但是他们也不能着急啊，因为这个环境当中，女娲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空间的。真姬先弹，大龙兵进去了，这个高地慢慢的要被磨得很惨了，慢慢消耗，两边都不着急，都在拉扯。女娲一个大招，句号现在半血，半血以下了，他可以靠一技能回上来。 还是只能磨一下，推不掉。那对于 LGD MBW 来说就还不错。女娲给了一个视野。风暴龙王的话会刷在上路。两边这把加起来6个兵甲，9双抵抗鞋，控制太多了。 看到这把流浪，他的伤害占比啊非常熟悉，他个人的这个真机的数据，伤害占比有42.5%。如果团战开不起来，他的这个伤害占比只会更高，会一直弹。只有他能在团没有打起来的时候，可以无伤消耗到对手。对。两边都不敢先轻易动，然后正面真机躲了一手女娲的一个大招，但闪现没了，是付出了闪现的代价。没错。 现在萝卜要去绕了，然后小洛得去盯，卡住位置。想要去留孙权啊，有点想法，大招一拍来找妖刀，踩一下兵甲再一给打出复活，然后自己站起来，侧面的位置兵甲盯住了2个，但小紫自己的位置相当难受了。上次元帮忙回头反踩一下，大死灭赶了过来，而且呢直接一滑，这波打出了子阳的一手被动。萝卜赶了过来，自己也是兵甲一定，回头一技能劈到，但黎明闪现拉开了，最后是没死的。上思源找到了黎明这个位置给拉扯开了，最后的话正面小白球拉扯住了，打出了对面的一手复活。萝卜站起来了以后，还要被手势小九拿手锋芒毕露。现在只剩句号一个凯了，一个凯非常难，他就好了。是的，上路有兵线可以直接顺势一波的，上路是没有高地的。LGD MBW 选择先发制人，在对抗路上找到了单带的妖刀。
然后正面现在只剩下句号一个人了，慢慢打就可以了。一个凯是非常难去抵抗的，他碰不着兵线，那边复活超级兵运过来了，可以直接点水晶了。兵线进来，可以选择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杭州 LGD NBW 扳回一局。这盘小九的戈亚的画面还是非常多的，包括最后一波他也是选择了主动上去抓这个落单的孙权，孙权第一时间在上路处理兵线。然后当时小九就选择了先发制人，而且小仔我觉得在这个